所以你对大家说你是美甲师，大家都不相信的。很多人不相信。那你应该是很懂女人心的喽。不懂。那你每天都接触这么多异性，你就没有心动的？就该心动的时候全部心动完了。这样的人设挺好的呀，就没有任何的包袱。我喜欢做坏人，我不喜欢做好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张凯，艺名叫37。艺名对，有个艺名，所以把自己定位成是艺人了，是吗？哎，也不是这么说吧，就是当然也在想，如果一直叫你大名的话，我觉得会不会太生疏了？就比方说小张啊、凯哥啊之类，我觉得这些又太那个啥的。后来就用自己的幸运数字嘛，叫37，后来就37。37是因为你37岁了。不，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哎，真的很多人问我，真的很巧，就是我是幸运数字是3和7，然后后来我就用37这两个去定这个。其实有到37吗？有啊，我90年的，所以有年龄焦虑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平时我这人比较宅，我真的比较宅，就是你要平时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宁可宅在家里面，爱好也就打球健身，没的，有事就来店里面。那你是淮安本地人？淮安本地的，但是我在外地大概待了10年。反正我干的工作太多了，辞职之后然后就去创业嘛。创业刚好19年疫情，就好惨，你真的我跌得好惨呐，那一阵子。创业做什么呢？餐饮。然后就偶然一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他说你学过运营啊，有这方面的基础啊，说你可以去女生的赛道去走一走。后来那天当时说你不介意，你可以看看美甲。我当时很排斥，因为我是一个直男的性格。我说做美甲这个东西怎么能跟我有关系？他跟我讲说你先不要否定，说你这样你来我店里面先看一下。我说 OK 啊。在过年的时候，我就看那个美甲店老忙了，然后后来就有一点兴趣了，然后就决定开始做这一行。那按照你性格的话，就是你觉得美甲能做多久呢？说实话，我往那儿一坐，撑死2个小时。我说我只能做简单款，为什么？因为简单款快啊，2个小时肯定能完成。当然了，我是很认真负责的啊，不是那种就哗就结束的那种，就是所以得做到2个小时。所以你是耐不住性子的？算是一个耐不住性子，还是得看事情。你让我去打篮球，你让我去健身，我能泡在健身房1个下午，我打篮球能打1个下午。所以你桃花运应该蛮好的吧？凭实力单身可以吗？所以你对大家说你是美甲师，大家都不相信的。很多人不相信。所以你觉得你直播有这么多人看，是因为你的颜值还是你的工作？但你让我现在想的话，还真不好说。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好奇比较多一点啊，一个男的做美甲，抖音上面我看男美甲师其实也挺少的。你觉得做男美甲师是噱头大一点呢，还是？我是觉得以噱头为主，但我还是希望我的技术 OK 的，因为至少我确实是一个美甲师。我现在做的就是最简单的，我做的 OK 就行了，然后做到极致我就 OK， 我不要做那些复杂。所以你觉得在简单里面你已经做到极致了？差不多吧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马上去检验你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哎，你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闪现。你的作用是？我的作用是拍摄道具，记住他做之前的手。那你这个是学了多久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学了1年了，但是问题在于，我这1年有点断断续续的，因为一些处理是其他的一些事情。来，放松啊，不要紧张，问题不大。我相信我自己，你也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我虽然1个月没做了，但我觉得我 OK。有不舒服的就得跟我讲。你明确是知道大家来也不是冲着你的技术，技术这一块我们后期再聊吧。就你觉得还是你的颜值有对店里面是有帮助的？我觉得差异化是有帮助的，倒不是颜值这一块，只要你长得不是让人太排斥，我觉得都可以来试一试。男生这一块，因为很多女生也需要一些情绪价值，你长得好看也是一个情绪价值，所以走差异化这一块也是当时主导的一个想法。那你每天都接触这么多异性，你就没有心动的？就该心动的时候全部心动完了，就活的时间越久，你越知道想要什么，可以这么说吧。所以以前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啊，新鲜感什么东西就感觉来的也挺快的，但是来久了之后你就已经麻木了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。能不能遇得到就看天意吧。我觉得结婚并不是什么必选项吧，但你要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们的角度是没有问题，他们觉得你应该结婚了。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生存的环境就是你看多了之后，你会跟他们的想法是有出处的。所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想法，但这东西没有办法去调和，那只能就规避它。然后就包括现在我也很少回家吃饭，也很少跟家里面沟通吧。不过他说实话，他保养的算还可以的，基因好，真的我真没有保养过。你要说
非得有什么项目的话，那就是洗面奶吧。所以别人问我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好，我只能说我爸妈基因给的好。人家说你去做美甲，你是立马就是觉得，哎，我可以去尝试，还是做了很多的心理斗争啊？做了很多心理斗争的。我当时在想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给女生做什么美甲？本来我也是一个直男审美，我说审美这一块我也不行。所以化妆你没有考虑过？没有考虑，因为周期太长了，而且学费太贵了。3个，你的直男审美就算了吧，可能技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审美这块出问题也不行。那你觉得美甲相对来说简单一点？因为美甲界有一句话叫什么？美甲的尽头就是纯色跟裸色，就是我个人觉得越简单越好嘛。就像男生一样，T 恤就越简单越好的这种。以后可能随着时间的增加、阅历的增加、技术的增加，我可能也会做一些复杂款。如果说能在2个小时或者2个半小时以内完成，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至少像我最基本的卸甲，我觉得我的技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甚至可以这么说，有些人就为了我的前置处理来找我做，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个美甲。但我觉得听你的描述，我感觉美甲这个行业跟你的性格完全是不匹配。美甲呢，它其实就是个工作嘛。如果真的让我选择，不考虑赚不赚钱这个事情来讲的话，我可能啥也不做，就在家躺着，就要么出去旅游，要么就健身打球。就我现在真的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。会见网友吗？一般都会约到美甲店去见，这样子目的也没有说很纯粹，说一定要说为了见一个人而去见，说哎刚好可以来做个美甲啥，大家聊天，彼此了解一下，就这样。那你喜欢年纪大年纪小的？我觉得没有标准，标准都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。所以现在你这个操作是什么操作？这个环节叫湿处理。我刚才不是把它的死皮都剪完了吗？剪完之后，因为有一些刀口，我要把这些刀口给去掉，加上它其他的死皮，我要把它给去掉。有些死皮它没有办法拿剪刀给剪掉，它只能拿打磨机去把它给打掉。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，就是美甲它相当于是一门技术，去生活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你要靠这个想去发财，你得有其他的路子，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做培训啊，包括我们现在做自媒体啊之类的。我本来想如果再 OK 的话，再开个专门做男生的，不是专门做男生的，专门里面都是男美甲师。哦，也可以啊。不好说，还得调研。你什么星座的？聊到现在，你觉得我是什么星座？水瓶座，对你一个座啊。水瓶座是世界上最好的星座。是的，那必须的。你是爱情那个吗？受过伤吗？我靠，谁没吃过爱情的苦啊？这话讲的，就是从一个耿直男变成一个渣男嘛。渣男人设挺好的呀，就没有任何的包袱啊。我喜欢做坏人，我不喜欢做好人，因为我觉得做好人自己太容易受伤了。好，那你谈过最长的一次是多久？3年吧，差点结婚。那分手的原因是？不想跟他结婚。就是那会儿是家里面不是催得比较急嘛，然后呢，就是我说我觉得可以试一试，如果说真的喜欢上了，想跟你结婚了，咱就结婚。真的谈了快3年吧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说我们俩什么时候结婚，因为他家里面催了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排斥，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跟他结不了婚，因为那阵子不是亏大发了嘛，就一直还没赚钱，目标还没清晰，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，当然也还没有说做美甲这个东西。我条件可能感觉还不够吧。就是我个人啊，我有能力去兜底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去结婚；我没有能力去兜底的话，我不可能去结婚。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自己一个负责，对别人也负责的。那你可以闪婚吗？感觉到位，各个方面都 OK 的话，可能会吧。看一下，哇，展示一下，非常细致。所以现在要开始上底色了，准备上胶了。那你学美甲也是在淮安学的？是的，我没有出去学过。你当时学美甲没有放弃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有些事情，你去试有点结果的话，就还得去做一做。你学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很麻烦。对，学的时候我中途是有想放弃的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做什么了。我想在没有想好做什么之前，我先做这个了。所以做着到现在也没想好接下来做什么，后来就一直做，就做成这个。现在这一步就上底胶。那来找你做的女顾客是成熟多一点还是年轻多一点？都有。那你应该是很懂女人心的喽。我懂。那你跟她聊什么？就是有一茬接一茬呗，就是有些话题能延续我们就延续，有些话题不好延续我就不延续。你遇到客人的手比较好看，我会夸的。所以手好看对你来说是加分项吗？那一定是，当然像水瓶座嘛，一定是感觉有些，但是你不好看一定是没有感觉，对吧？所以男顾客和女顾客有什么差别吗？没什么差别，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差别。男顾客可能会跟你聊的点蛮多的，
但女的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共情的。有人会专门从别的城市来找你做美甲，都被我拒绝了，太远了，跑一趟干嘛？就来做个美甲，我觉得成本太高了。我每次跟他们聊，我说你们真的想来找我做美甲，就有一天，你们来好像玩儿，对不对？来旅游的时候，路过我这儿的时候，你可以来找我做，那我就没问题。但你不要说啊，特意来找我做。其实外地的来找我，其实我考虑的东西蛮多的，适不适合来，距离远不远，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安排他，怎么样？你要突然来到我的城市，突然跟我见，那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，就是哎，蛮惊喜啊，什么的。就我的创作风格一般是以凌乱为主，不是那种很规矩啊，就有一种叫凌乱美。好，我相信你是直男。本期最辣的评论来了，来看一看吧。可以，不错。哇，很棒，还可以啦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手绘就那样嘛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好，谢谢37老师。客气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挑战自己呢？你觉得我这一个不行，我就需要死磕到底？因为这只是工作，然后我只要保证我自己会做就可以了。客户对我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。第一个，你已经给到了情绪价值；第二个呢，你只要会做就可以。好，那谢谢今天37老师上我的节目，太可惜了吧？希望能多上你的节目。但是你要那个身材练好才可以再上吗？然后还有条件啊，当然。那么为了我网开一面，不一定要那么好。好，那就拜拜喽。拜拜，下次约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